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会来特别关心几个议题。首先是在川习会之后，川普已经清楚的表态了，不想看到美国飞9500英里为台海问题远征，并且表态等于是重击了台独。紧接着，我们等一下也会来看到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开了第一枪，菲律宾正式表态不会替台海来打仗。另外一方面，今天的另外一个重点会来关心到是普丁呢正式的访中行，美中二三强北京博弈，台湾会不会沦为大国谈判筹码？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解析。先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正式的开始之前，先提醒大家帮我们的节目记得要点赞，在留言区写下热推，并且按下热推键。希望跟我们互动的，可以在留言区特别写下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那我也会亲自的帮观众朋友来做回复。赶快来关心到今天的重要焦点，在川习会才刚落幕之后，台海局势马上在风向上面立刻改变了。现在要来看到的是，最先开枪的，现在不是北京，竟然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做了一个最新的表态。他说，如果台海爆发战争，菲律宾确实是会受到波及的，但是他马上说了，不愿意卷入任何的冲突，马尼拉是不愿意卷入任何的冲突的。他说，菲律宾会持续的奉行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干预中国视为内政的一些事务，并且支持两岸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自己解决争端。这番话像是替整个亚洲国家提前画下了红线。要知道，美国先前一直不断的把菲律宾当作是在推到第一线，从整个巴士海峡一直到整个吕宋岛军事基地联合军演，把菲律宾包装成台海战争的第一线。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川普总统这几天表达了说，针对台海议题，他不想看到美国长途跋涉到9500英里的地方去打一场仗之后，小马可仕就亲口的表态，他也说了，他不想为台海的事情来做负责任。事实上，在菲律宾总统表达这一些话之前，包含了在第一岛链的亚洲国家，像是南韩总统李在明也说过，台湾的议题韩国不会介入，也不应介入。而被问到如果台湾遭受攻击的话，是否援助，他则是回应说，等外星人入侵地球时再来想。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好，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聂老师怎么看了。川普说了不想飞9500英里打仗，现在菲律宾也卷入，并且做了一个明确的表态，代表川普对的这一番话已经开始在国际之间发酵，并且具有影响力了吗？现在是连韩国总统李在明也表态了不会介入。那如果台海真的爆发冲突，台湾接下来只能孤军奋战吗？怎么做？聂老师怎么看？好，我先这个科普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1英里是几公里嘛，哈，就1.6公里了哈。那么如果是9500英里的话，那应该就不是从西岸而是东岸了，就是它五角大厦诸如此类的，因为西岸离这个我们台湾这边大概也不到这个1万公里，好，大概15000公里，好，从东边过来，那也就是非常清楚，他们的军事实力倚重在这个他们讲东岸五角大厦附近或怎么样的，他们绝对不会想要过来。但是各位回想一下，川普1.0版的时候呢，川普呢不断很多次谈到台湾，甚至一直这个詹志喜认为说台湾是他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武器，当然关税是他最大武器，还有一个就是他觉得台湾应该说是一个筹码，他觉得台湾是他的比肩，他讲过要去夺大陆，就是他这个叫比肩理论，可以去惹这个中国生气去夺。但是你说他要不要帮台湾？当然，因为台湾在中间是他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很不错的牌，又是筹码，因此呢，他过去常常很珍惜这张牌。不过这次很清楚看到川习会之后呢，我觉得川普去了大陆有几个我看到的一个感觉的一个特点啊。第一个，我觉得川普这次去的比较乖。啊，那当然，他一直感觉是不管是虚的实的，表面好像很尊敬这个习近平，不断用 great GREAT 来形容啊。在去年虎山也讲了 great country 又 great leader， 这次不止讲一次，还说他这个 great 还不只是直接对习近平讲，他对他的人民
朋友也这样讲。你知道这种尊敬已经我觉得不是川普本来的个性，因为川普哪有那么尊敬一个人？除非他很虚伪，对他甚至以前照顾他，你看那个电影的照顾他那个律师好，我要讲就是说，川普这次又乖又尊，你要追对方。还有在话语中你会发现，当这个习近平讲到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他是蛮默许的他也不敢回应太多。所以呢，当他回去讲了所谓的9500公里英里这个，他不会去为了这样去战。那当然，其实讲不好，你就形势比人强啊。那我再讲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讲跟人家争斗和斗，这个斗有2种，一种叫斗智，一种叫斗武，就是斗义气义气之斗。那我觉得这一次不管是川普也好，或者是我们讲说印太这边的周边国家，甚至你刚刚讲的韩国李在明，或者菲律宾小马可仕，我觉得都非常清楚嘛。真的你要斗智慧呢，还是要斗义气？对。那么不管怎么样，各位形势比人强，大家都已经看到各国我们过去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现在再加上科技这些东西呢，你 take overall 去 take average 去看。我们讲我们的中国大陆，它现在实力已经到了一定的浮销沉涨，在一定的这个水准之上，军事实力看起来就已经不输这个美国，而美国还要那么远来出兵。更重要的是以制造实力讲，后勤打中长期来讲，中国怎么会就完全就已经中国大陆已经完全赢了美国？因为美国已经制造业空洞化，甚至没有后勤能力之下，现在它的武力就算我们在各种评比好像军事实力都第一，可是你知道吗？光打伊朗战争就已经看到它非常多的问题。待会呢，可能几个我们这个专家可能还会再分析，他们的飞机现在都出了问题这个自己开都出问题。所以我要讲的是，这些小国呢，它非常清楚嘛，就是。以斗来讲，它斗智慧，那这就对了。那么还有斗智慧，我觉得第一个除了形势比人强，也就是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崛起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尤其军事这个地方，甚至加配套这个所谓的无人机或者各种科技的配套到一定水准，你真的要跟人家一个大国打，又有实力的大国，你怎么打得过？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智慧。第二个，当然还考虑到各国自己的利益，一打下去，那这些小国它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这个非常清楚。所以呢，看得很清楚。不过我最后要讲一个 ending，要 ending 这段的时候，我要讲一个说，这是一个好事对台湾。怎么说呢？你说，台湾这时候你个题目说，是不是台湾就要支援，靠自己去打？不是，台湾这时候真的打不起。你说台湾打得起吗？不是我们要。这个灭自己这个士气，说不好听一点，台湾的实力怎么样看都不对。如果你真的有美国或其他周边国家来支持，可能会打中期。打到中期，请问一下，我们的人力，我们不要讲这个光武器，人会伤亡多少？各位去想想看。所以越是这样情形，我觉得对台湾可能反而是好事，也就是那也就是台湾，我讲从武力也好，从经济也好，甚至人的伤亡也好，可能会减损很多。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场大国的国际的博弈下面，大陆的崛起让川普是直接表态了支持大陆对于台湾问题的一个叙事那当然了，这些小国包括了菲律宾跟南韩也紧接着一起做表态。不过我们再来看到说，那另外一个大国又是如何做表态的呢？就是俄罗斯了。因为普丁呢现在收到的最新消息是预计在今天晚上就会正式的抵达北京了。那么被视为是呢，因为川普才刚走嘛，等于是冷战时代一个国家1周内接连接待了美俄2大强权领袖，是非常罕见的。那北京的外交议题也成为了现在国际都在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克里姆林宫特别有强调说，普丁呢这一趟访中讨论重点会是在中大的经济合作上面，包括了就是大家在关注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管气的这个管线。那如果成案的话，每一年就可以向大陆来输送高达50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其实华府更关心的事情说，这个中俄之间的合作其实不只是能源的问题而已，也是大陆在替未来可能的台海风险提前打造另外一条很重要的能源生命线所以这是也是牵动着这个地缘政治的，所以备受华府的特别高度关注。再来就是印度媒体这边也做了一个分析，有关于这个不管是中国不管是美国或者是俄罗斯，现在都想要拉拢中国的原因，是因为大陆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美国想要抢这个市场在大陆的市场就是想要用能源贸易、军售拉住中国，俄罗斯则是希望用石油、天然气战略互信来绑住中国。所以现在看起来美中俄的这个3强博弈，干哥怎么看？台湾会不会又成为另外一个他们的重要筹码？那么在台湾议题上，对于北京表态，他们会做让步吗？还是怎么解读？
台湾当然是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谈判很大的筹码。因为连川普自己都说，这是我一个手上很好的筹码。你把跟你这么多年的盟邦当成筹码，请问一下，川普，你在国际上还有什么领袖的威信可言？台湾是你的筹码，好，没有关系，这是我们台湾自己的事情。但是美国的智库，这个智库叫大西洋理事会，这个人叫韦伯斯特。韦伯斯特说，现在不是只有这个美中之间的，现在连普丁啊，今天会抵达北京，他们可能也会谈到台湾的议题。这跟普丁什么关系啊？美国智库，你就是靠这个东西吃饭的，是不是？这到底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台湾的事情会跟俄罗斯扯上什么关系？不要这边胡说八道。今天很简单，你只是要凸显说，台湾议题可能将来是这个区域和平、地缘政治里面非常大的变数。但是普丁这次去，最多是必须要赶快跟习近平谈妥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输油管线这个行动计划。因为这个计划俄罗斯很急，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赶快再输出更多的天然气跟石化这个产品给中国。为什么？中国从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打的时候，打到现在，你知道我们已经有多少外汇是给了俄罗斯吗？3670亿美元，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面，已经提供了11兆台币的那个利益给俄罗斯。为什么？帮助他能够继续打这场战争。中国对俄罗斯还不好吗？所以接下来韦伯斯特的说法可能是说，如果中俄之间能够再加强这方面的合作、贸易合作的话，那对于这个中国未来对于攻台的准备啊，也希望俄罗斯帮上一忙。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倒还有一点情有可原。可是俄罗斯要是真的能够帮中国在台海议题上面去说嘴、去说三道四，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在经济跟贸易上面，俄罗斯会有一些帮助而已啊。当然，台湾的问题现在是全世界都在关注，所以才会有这种学者去讲出这种言不及义的话。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啊，小马可斯哈，他对于台湾议题他也有意见，但是还是没有一个人讲得来的经典。谁讲的最经典？叫做韩国总统李在明。李在明前年就已经讲过了，他说：“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会管台海的冲突吗？就等到外星人登陆的时候，我就会出手干预了。”他讲的话才是所有世界各国跟台湾周边领袖应该讲的话。也就是说，这件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这些人都不希望区域冲突，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力量干预，这才是国际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现实的写照。好，那我们也同样持续的关注。那这场川习会之后，其实大家在这场会议之后也开始做了权力的评估，是不是慢慢的权力从美国重要的国际的权力从美国的手上转到中国大陆的手上？因为最新呢，来自于《时代》杂志这边做的一个分析，他认为其实确实是正在转移的。中国已经不是被动的接受美国安排，而是北京以它为主场，开始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世界秩序观，是不是可以看出有中国优先的这个概念？那美中俄如何牵引未来的局势？像这个又怎么看？这《时代》杂志提出这个中国优先的这个主题，它有好几篇报道。那当然呢，我们仔细看里面的内容啦，主要还是谈中国的这个科技产业的创新。因为这个部分，我可以看《时代》杂志用的词真的是非常非常惊人啊。他当然也破解，比如说他觉得中国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它的这个一体化，比如说它的 R&D， 也就是说它的科研，然后呢，在工程做到工厂跟市场的那个快速紧密的联动。然后他甚至也描述说，这里头的核心整个大架构框架来说，还是中国政府的政府政策。然后他用什么词？海量的工程师，极致的 extreme 啊，极致的这个它的这个产业制造链，
然后最后有在讲说这个实体 AI 落地的场景之多，你就觉得这个时代杂志的无论他们的编辑在写哦，他那个对于中国究竟是怎么样的看待？好，由此去描述说为什么现在中国大陆对全世界的所有其他的国家，是不是带了一点强国，特别是美国乃至于包括俄罗斯等等的这种强国的主轴的转移，提出了很多的部分探讨。我想其实从四个角度观点来看，从这次起美国川普到北京之后呢，在美国内部的舆论也大量的在讨论说，其实有好多的感觉上，其实美国的好多的重心，其实确实是包括川普本人对习近平本身的这个友好跟 admire， 我们讲说他那个喜欢已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所以呢，这也包括可能是俄乌战争凸显出，无论是俄罗斯、美国的强国在这次伊朗战争当中，你以为这个强国的国力、军力是多么强大，结果都拉惨。你就觉得美俄好像没有这么强大，那到底什么是一个强大的新标准呢？而且为什么美俄他们现在的军力没有那么强大，背后都还有科技创新的原因？就美俄的军事的科技创新真的差很多，所以这个主轴失去主轴的国际，所以使得所有的国家开始看中国了吗？第二个部分当然还是讲到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就是工业制造能力，对，从航天到所有你跟想象的，到军事到民间的这一切，而且这工业制造能力当中，因为主要是包括了基建，而且又有最先端的 AI， 包括跟这一些新能源等等。这个基建的基础跟最先进构成了一个非常宽大的频谱。你有任何的领域，如果只要输其他的，就像半导体芯片一样，它就可以自己追上来，而且真的就追上来，比大家想象中还快。之前还说华为芯片要10年后才能追上，你看现在可能明年就追到了。所以第三个，当然我觉得今天讨论的就是国家治理。其实，在所有国家里头，基本上都是资本家去创新，国家有一些政策当中带动。可是呢，中国是整个国家政客跟民间企业跟他们还有国企。大量的整合到为了国家的发展的需求，最厉害的东西都可以国家来用，所以这个部分的发展是跟其他跟美国跟俄罗斯都不一样的。最后讲还有很重要，就是文化方面，中国大陆最近从去年开放了这个观光的部分30天的免签之后哈，其实你就看到他们整个国际间过去长久以来视中国为敌对，视中国为落后，视中国为一个封闭的所有的旧的形象大举的崩溃。现在其实每天其实上这1、2、3月。就已经看到有几百，就超过了500万人，其实到中国大陆去做观光哦。所以这个文化的形象慢慢扩展开来，包括小红书跟抖音，使得不只是政府跟政府之间看上中国，连一般的全世界的民众都对中国有全新的认知。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全球新的重心的最关键的原因。好，谢谢上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我们特别要来关心到是美军的咆哮者 EA-18G 空中相撞这一起事故怎么回事？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另外是解放军另外一头呢，它正式的启动了低成本的消耗战。今天会来关心几款武器，包括了歼6无人化，还有呢魔鬼鱼现身。那么美军霸权正在被 AI 战争来重新改写。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会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析。就是这一起事件，美军最顶的咆哮者电子战机在航空展上面为什么会空中相撞？是单纯的飞安的意外，还是说美军全球的战线真的已经拉太长了，开始出现一些战力上面的透支呢？这是第一件事情会做关心。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还有第3件。是大陆的无人化战争时代正式开启吗？大量的发展它的 AI 的蜂群无人机、自杀无人机跟仿生潜航器。那么美军过去依赖的这些高科技武力优势，还有高成本的武力优势，是否被低成本战争快速的破解？那么同样来关心到是从俄乌战争，再到中东，再到台海。大陆正在改写未来的战争规则，印太战场接下来怎么做发展？是无人化战争的时代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是这个飞机相撞事件发生的地点就在美国的爱达荷
州的航空展上面，2架美军最先进的咆哮者电战机在空中相撞之后还爆炸哦，所幸呢，最后4名机组人员成功的逃生是没有大碍的。之所以咆哮者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最核心美军的这个电子战的主力，负责的项目包括它可以压制敌军的雷达、防空系统跟通讯网络，被视为航母打击群的开路先锋。难道这一次出事跟它的战力已经出现疲态有关系吗？因为我们包括了了解，在前几天美国的福特号航母也是先前这个像失火了一样，大家就在看说是不是同样也是战力疲态呢？因为美军的战线实在开太长了，包括在伊朗有战争。那么全球还要部署它的航母，不管在南海、在台海、在东海这边，还要做这种高度的巡弋哦，是不是因为已经被逼到了极限，所以才会发生这一类的事情呢？那上志哥怎么看？首先呢，这起咆哮者两架战机的部分，真的像初看到画面，你会觉得怎么回事？你觉得他们在做特技吗？就两个飞机基本上已经抱在一起，然后旋转，然后就爆炸，然后幸好就4个弹跳出来。不过这个消息虽然其实引起国际当中自媒体很大的讨论，但是我先讲有一个人完全不 care， 这个人叫川普啊。其实川普从北京回来之后呢，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川普回来之后这几天基本上几乎每天都在发一些跟军事有关的他的照片，而且不是合成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一直去拍，他一直登了好几张他在中国大陆跟习近平一起阅兵。就是看到中国大陆那个仪仗队，因为实在太惊人，他事实上也称赞了好几次。但你觉得他这个回来之后就一直在回味，所以好几张，而且他还把他自己人穿军服的年轻照片也都登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体现到说，现在这个美国的最高的这个总统领袖，他关心的此刻对于军事可能有些触动，因为美国现在最近都在讲他们的这个电视上的评论都在讲说赫克塞斯完蛋了，因为很可能川普未来就要美国也要搞一个这样的仪仗队，会弄死人好，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我们对比来看一下这种所谓对于军纪、对于军威当中的体现，它当然本质就是很深、非常严格的训练。在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航空展当中出现这样子的意外，首先这咆哮者号对于美军来说，虽然不是最厉害，但是已经算是顶尖应用的。不过我们首先先要讲了航空展当中的这些驾驶员，他不见得是职业军人。那么航空展之后出现的部分的飞机，它也不见得是那种因为讲 fully equipped， 就是说全装备的，所有在这里头，因为让人匪夷所思。比如说这次这个新闻出现了之后，通常来讲电子战机它一定会有非常厉害的设备，如果按照原来的时候，包括防撞有很多的警示的这样子的这种提醒。但你难以想象，虽然在这个爱德华空军基地的上空来讲，大家可能飞来飞去，有一些可能协调上，可是你只要有靠近到一个惊人的地步，除非你手动把它关掉。所以呢，首先第一个部分，它不见得是这个现役军人，你不见得能够看得到他真的是所谓的现在的军纪训练的部分的问题。但是你就轻易的让这样，即使它的样机靶，它就是类似这样参展的表演机靶，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依旧还会发生这样的错误。如果你真的是未来在调查当中，你甚至把它的主要是警戒系统关掉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体现出训练问题。因为这种安全性，你怎么会视为这么样的无视于这个当中的这个部分的风险呢？所以我想，其实这一波其实都会引起，其实从北京川普回来之后，其实对于很多方面，中国大陆体现的虽然只是一层仪仗队这种军威的这个部分，但是在美国其实尤其在川普心中，我们确定了。包括赫格塞斯，可能他的余波荡漾，因为这过去可能不是美军训练的重点。过去北京我们都知道，它有很多都是个人化的，其实一个小兵他也有一些个人裁决的、决定的，在打仗当一些灵活性跟机动性，这一点可能跟中国解放军是不太一样。可是呢，现在中国解放军的这种集体训练的特色，可能也恰好是美国所欠缺的。所以这次咆哮者的这个意外仗当中，我们有看到了这一点。好，这个是来自上志哥的观察。那等一下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干哥，又如何看这一起意外事故到底怎么一回事？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嘛，中国现在呢打仗它未来打的这场战就会是无人化的战争。那我们也来看到说，那未来战场可能会出现的哪几种武器？好 ，CG 上面我们已经非常清
清楚的这个图片，给它一张张的列出来了。来看到，特别今天要关心到4款。第一个，我们来看到的是歼6无人化自杀机，它其实就是退役的歼6改造成的无人机，这是第一个。第二张图，我们来看到的是蜂群无人机，这种打造的就是大规模的 AI 无人机的先锋部队哦，而且数量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非常多辆，一起海量的冲出来。第三种，可以看到它这个外形哦，就有点类似海洋生物。但是呢，它的声呐是很难被辨识的，所以具备高度静音跟自主导航能力，前航可以达到上千公里。最后一个图，我们来看到的是新式的最新的舰艇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巡弋飞弹、无人机，甚至是高超音速的武器。代表大陆现在不只是有了无人机，会搭配的就是传统的这些飞弹啊、导弹，来在未来的无人化战场上面来特别做攻击。那所以日本方面其实现在很担心，他们最新出的是2026防卫白皮书，点名大陆的军演、航舰活动、无人机扩张是目前日本最大的挑战。2个问题：新型的武器跟这个咆哮者的问题，干哥怎么看？好，我完全突然想到说。上次刚才讲的那一点，我都没注意到，为什么？你知道？因为美国海军在训练飞行当中，他们会关掉警告器。为什么？因为不断的接近。这2架飞机是在那个 Mountain Home， 也就是爱达荷的基地。好，他们一起起飞的时候，然后你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一直不是 AI 生成哦。当后面这一架叫做僚机，前面这架叫长机，它既然是骑上去贴在上面，因为贴得太近了。那为什么前面会不知道？代表说它的警告系统好像被关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接近，他们不断的接近，他们在所有的表演当中会有无数次的接近，所以吵死人，干脆关掉。在这种情况底下，也训练飞行员的胆识。所以美国海军或是美国空军的特技飞行员，他们都有一定的注意力，但是这一次的初步的调查已经知道了，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骑上了长机，然后双因为轻微的碰撞，然后到了一定的高度，发现再也爬不上去的时候，只好4个人同时弹射逃生了。什么叫4个人？每架飞机上面有2个人，他也有2个人，那2个人加起来4个人。弹射的时候，因为他们用的是马丁贝克的00弹射仪，也就是0高度、0速度都可以弹射，坐在地上也可以弹得到半空中，所以这样的弹射仪是非常的可靠的。那经过了50年的发展，马丁贝克弹射仪保住了这4个人的性命。可是现在我要讲一句非常不客气的话，是，请问一下 VAQ129中队，你为什么还会参加这样子的飞行表演活动？那个是民间的活动。你现在所驾驶的 EA-18G Growler 咆哮者是什么飞机？大家可能不知道。Growler 是美国海军第一线，也可能是最后一种有人驾驶的电战机了。什么意思呢？因为 EA-18G 是唯一没有被美国海军、没有被五角大厦砍掉的现役的4代机。为什么？因为它的工作是电子作战，也就是说，当你要攻击一个地点的时候，一队电战机先到前面，它根本不叫咆哮者，因为它根本一点声音都没有，它不会发出任何的警告，它实在是静默的杀手。为什么？因为它不但会干扰现场方圆数百公里之内所有的雷达系统都被它干扰掉。所以美国为什么在多少次的突穿行动中，不管它是打伊拉克打哪里，你就会发现说，前面的雷达系统完全没有反应，就是被它干扰的。是，这种飞机很贵的，你怎么拿去飞行表演？我对于飞行表演一向是深恶痛绝，因为这种东西只会损伤人命而已。好，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看到了，标准的人为疏失造成的。美国海军，你还要再继续这样下去吗？你已经没有太多飞机了，为什么？因为 F-18的产线准备要关闭了，将来都只有把金钱放在 F-35上面。所以像这样子优秀的电战机，怎么可以拿去当做电战飞行表演的工具呢？好在人没有死，但是我问你，
这个飞机一架多少钱？大家知道吗？6700万美金，那是换算成人民币是多少？所以大家就想，只有美国啊，像这样子的国家才会干出这样的蠢事。我们再来看，现在解放军的这4种无人的那个战争机器，歼6，好，我们现在第一个讲歼6，不过我不客气的批评，歼6无人机是不如他想象中那么厉害。也就是说，可能在台湾的面对台湾的沿海部署了500架，对不对？那种歼6的无人机，这都是用无线电遥控的。用无线电遥控的东西通常是不可靠的。所以说，像这样的无人机，它很大，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从米格19改过来的。那米格19是在米格系列之中，是在苏联提供给盟邦的飞机里面是最不好用、最让人讨厌的飞机。不过，中国空军那时候因为还没有到米格21的突破，所以米格19造了4000架，所以现在拿来当无人机，正好用。为什么？他们退役很久了。是，但这种用无线电遥控的无人机的性能，绝对比不上现在的大疆无人机。OK， 好，那再来看群风无人机，就是我现在讲的大疆，这才是真正的 AI 的，这才是用 AI 的整个软体去开发出来的先锋的那个无人机部队，它的成本低，而且它的协调，米格19、歼6，它怎么样协调？没有办法协调，它就单纯的指令就去了，然后有去就是无回。可是这些群风无人机的话，它就有共同的 AI 指令可以去发布，所以这个才是以后攻台的时候最重要的利器。再来，我们看仿生魔鬼鱼的潜航器，这个画面你可以看起来很像什么？很像福宏，对，就是福宏，它的外形就是仿照那个福宏对，所这个改造而来的。那它呢，绝对不是一个人出去，它会有10几艘一起出去，因为体积很小，它就可以避开声呐。什么叫避开声呐？就是说我今天让你声呐探测不到，我体积很小，然后我的那个在水下的那个运动性能很好，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出去探测、一起标定目标的时候，很难被敌人发现得到，所以我们就可以指挥什么？我们就可以指挥水下作战跟水雷的布防。所以你看到这个仿生魔鬼鱼啊，你就会觉得说，你好像看到了一只福宏。其实当你看到一只的时候，你就要想到后面有10几只，很可怕的。像这样子的东西，其实老师讲一句，它很快就会变成什么？也是由 AI 来导控的水下作战能力。这个才是我们要注意的。那最后一样是最可怕的，新式舰艇防空系统，这个叫做终端防空系统，其实很像美国的 SPY-6，也就是什么？也就是神盾防空系统。只是大陆没有，就是我们现在解放军没有明白讲，这个就是中国版的 SPY-6，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终端防空系统，也就是说，它是介于红旗9跟1130近迫武器系统之间的那一块，因为红旗9是高空，1130近迫系统是近海，但是中间的空域常常没有填补。那现在这个系统就是用来填补它的。所以这个系统，老实讲一句，它还具备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这个系统服役以后，解放军海军才会真的弥补它缺少的那一块。所以整个系统当它成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解放军的无人化会成为以后各国都必须要去学习的对象。当然，我们也很期待说，有一天真的有实际的一些这个作战，或是一些想定，或是一些演习当然我们不能依靠实战，可是我们可以依靠一些演习来验证这些新式装备的有效性跟可行性。我觉得那天是可以被预期的。好，那么接着就来看到说，那么一系列中国大陆这边推出的这种无人化战争的武器，又会接下来如何影响到台海，甚至是印太地区的区域安全？进入无人化战争时代会怎么样发展？聂老师怎么看？我先补充一下，刚刚看到了2架飞机撞了。我从小在军人长大，我很想开飞机，我有开飞机的梦，那我眼睛也非常好。当我以前分数考太高，就国防学院。好 ，anyway， 重点是我胆子也很大，可是人家跟我说，你去了以后，你只要做危险驾驶，你马上就不能飞了。
所以我讲胆识可以，但是不能做危险价值，也就是他胆识太大。我要讲的是另外一面，就是美国的人或者太散。你刚刚讲到那个战，不是说他拉太长，我觉得他拉太深，而且弄太久，他的已经真的叫战力疲惫。还有人，你刚看去年啊，这川普为了他的生日，请问一下，这个6月10号做了什么东西？在美国军演，他的军演你有发觉这个他们是用散步的，好像有人说这是美国的习惯，就是美国就比较自由，但是我跟你讲就不严谨，那就是为什么呢？他到了习近平那边看到军操这么棒，他就开始把以前的军服穿起来。因为他以前在纽约军事学校的时候，他在20岁的时候，他做过军操的一队，他还在第5大道收费，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他已经散掉了，所以才会发觉不严谨、太散就会出现美国现在的状况。那我今天讲第二个，就是各位想一下无人机这个世界啊，在去年已经1年哦。去年当大疆无人机量产到全世界都看到各种模型都做出来的时候，美国有吓到。在尼克森总统1960年代的时候，记住哈，当时的俄国是全球航太第一的，美国根本追不上。可是尼克森总统真的大肆破例的弄了拉萨，就喊出我们要做航天计划，有没有赢了俄国啊？但现在呢？那个赫克塞斯在战争部之前叫国防部，还没转战争部之前还是国防部长的时候，在五角大厦于是拿了无人机跟大家讲说，我们美国要开始发展无人机计划。美国很有魄力哦，的确有发展，但是跟中国不能学，而且他现在是学中国的，是赶不上中国了。所以我讲为什么会赶不上，答案很简单。其实我们讲我们的中国大陆对岸其实做了非常多很深入，而且很早就 foresight 看到未来深入的基金的计划，也就是对科技的大基金的投入。2014年投入了1000多亿，2019年2000多亿，2023、24，当美国又质押的时候，他投入了更多的金钱。他打 AI、打5G、打半导体、打晶片，请问中国做到了什么？现在看到的无人计划全部出现。最重要的，这个科技提升了2个，第一个一吸2 Q， 成本低。量大，那当然你当品到全世界，它很内卷啊，这没办法。第3个还有重要叫 quality 高，值啊，这个 Q 最重要。而这个呢是有 AI backup 的，有 AI support， 这更厉害。也就是你现在所讲的，不管是蜂群无人机等等，是最叫做 AI 蜂群无人机。包括你看，这巴基斯坦会打过印度，当时用的标风，用歼10，为什么呢？它因为有 AI 的配套，当然还有它的这霹雳15。我要讲的是，因为你的 AI 介入，你就会发现你什么都变了。因为中国，你不要说晶片被克制，但是成熟制程全部真的遍地开花的 AI， 在中国到处都是。我必须讲一下。我们都在讲嘛 ，AI 是我们的未来。你懂 AI 就有未来。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你有了充分开发 AI、发展 AI、充分运用 AI， 这个国家军事实力也好，航太人也好，一定往上。现在中国只缺最先进制程，比如台积电或者美国在3纳米以下的所有东西更精密的东西。当那个是最终极战，但是在其他的，他们现在很多这种量器，比如晶片堆叠，也已经达到他们很多的效果。我要讲的最后一个答案就是非常重要，因为思敏问到无人机的这个改变战场，当然现在可以看到所有东西他们都无人化。这个是非常聪明的，包括我刚讲个歼6，虽然它是以前进不了第5代这个战机的，它一定要淘汰，也不能浪费啊。中国聪明到这样，把这种旧战机没有用置入 AI， 让它一样活起来，而且用 AI 去打。我跟你讲，这个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因此啊，你看到大疆的量产，看到美国想学，你就知道整个世界已经变了。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心到，难道川普这一次又发疯了吗？因为他最新呢释出了一大堆的照片，大家觉得说他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包括上靠外星人的照片释出来，然后他还自嗨变身这个007哦。那网友也很酸他，并且发梗图来嘲笑他，说是不是因为你在国内的内政表现太差了，所以现在想要转移注意力呢？另外，美国现在内部还要面对的当然非常多的问题，像是油价高涨跟通膨等等的问题，所以针对于这个油价的问题，现在川普又再度的让步
普丁了，让俄罗斯来卖它的石油等等。那观众朋友欢迎在这边做留言互动哦，在留言板写下，如果你观察到这一系列最近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在川习会还有美国的内政，如果您认为说，美国现在正在衰退的，那帮我们留言板写下1；如果你认为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厉害、最重要的霸权，持续欣欣向上，我们可以在留言板写下2。那我们也会一起做跟大家一起做更多的互动。我们现在要来关心到的是川普在社群上面在引发的争议，因为他这一次发出了这个 AI 的生成图片哦，大家就在说哇，也太有想象力了吧！旁边呢是一个外星人，这个银灰色的外星人，而且个头呢比川普190公分的川普还要更高。然后呢是一个有肌肉的男子哦，然后手上还上了铐，然后脚部的部分可以看到上了脚镣。那大家就在看说，为什么你要发布这张照片呢？敏感时机是因为五角大厦在1周前才发布了 UFO 的文件，大家在猜测说，难道真的世界上有外星人存在吗？还是因为川普的内政问题，他现在呢希望能够转移内政上面的失误，所以做了这个图片？还是说总统真的是超级迷因呢？那另外一张照片同样是川普释出来的，是他坐在太空舱里面按下了这个红键，那他俯瞰了地球，并且在这边正式的引爆，所以很多的地方就爆炸了。那到底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发这些照片？那干哥怎么看？我就是说，我们从念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在注意罗斯威尔到51区这些地方的所有的演变有没有更新啊，以及所有对于 UFO 的目击事件啊的累积，我们都不断在注意它跟与时俱进到底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我说句实在话，其实五角大厦所公布的 UFO 文件哈，这一批文件1个礼拜前公布，大约多少？大约不到100多页。我坦白讲一句，没有新的东西啊，因为所有人都只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外星人？再过100年，你还是问一样的问题，结果你知道怎么回复吗？我们没有发现可以用以支撑真的有外星生命驾临地球的证据，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所以川普他现在用这个超级迷因图啊，我实在是我看了，我真的不知道。那你说他为什么上手铐、上脚镣，还可以跟你一起走在一起？你不怕他一手把你给掐死吗？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很简单的讲说，川普发了这个图，然后没有任何解释，就是代表什么？代表我就是一个小男孩的心，我喜欢玩，因为这是川普自己发的，不是白宫的办公室他的幕僚群发的，是他自己发的。他还发了很多什么我是超级舰长。在那个美国的鱼雷艇上面，然后衣服全都脱光了，赤着身子，然后他还是007等等，这他自己发的啊。不过我注意到卢比欧讲了一句话，卢比欧说，贵为美国总统者还不一定能够真的看到外星人的遗体。这句话我相信卢比欧，你知道为什么吗？卢比欧可能是在帮他开脱，但是如果真的有外星人，或是他真的已经到了51区。发现了有外星人的石化标本，或者是被福马林泡着的那个外星人遗体的话，以川普的个性，他早就拿出来说了，他不会等到今天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后来还有发了一个他在太空军啊发射飞弹，你看他一个人坐在红色按钮前面，然后旁边都爆炸啦，旁边所有那个来攻打地球的外星人的战舰啊，都被他因为按了一个按钮所击毁了。这就代表什么？一个老人家还怀有一个少年的情怀，就说我还在很思念的，我现在已经当美国总统了，是不是有一天我真的能够看到太空军能够像这个保卫地球一样进行一场保卫战啊？以及以满足我儿时少年的梦想，以及全人类的梦想。不过这个梦想，我可以很坦白的说，现在不可能实现。但是你还可以继续看到川普的迷因图，而且以后还会比他自比耶稣更加精彩。好，一方面刚刚也看到这张图嘛，川普就是特别讲到了太空军的概念，所以现在是说，是不是战场未来甚至有可能扩散到这个大气层外？那聂老师又怎么看？
那当然不是啦，但我觉得还是要分析一下川普啦。刚刚用了少年情怀，这个我还蛮肯定的。他的确是一个老人家，怀有少年情怀。我其实要两面看川普这个人。在他没有当总统之前，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在美国读书，我当时欣赏他其实是不得了。那当然我不知道他真正的个性，所以呢，当我知道，你知道他这个人哈，你如果从好处讲，他的个性非常的轻松化，到这种年纪还很年轻化。他的生活呢，你会发现他非常潮流化，他甚至科技化，他用的这个 media 比我还熟，比很多年前都还厉害。这个人不是一般人。那为什么要肯定他呢？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40年前呢，我到美国的时候，光去大西洋城看到全部都是他的名字。当然，我现在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他打造出来的。再看到纽约市那么多的大楼，他跟他女儿讲哈，伊万达说，只要你也喜欢这边，我就帮你盖到天际线。这是他女儿讲的话。这个人的确有不同于一般人的 power。还有他一般的远见，这个人的个性从20岁，他可以组织一个军操表演，然后收费在第5大道。他到了40岁不得了，可以买下广场饭店，可以把那个航空公司买下，改名叫川普 Airline。30多岁哦，他做了多少事？什么又 God by 说了太多事了。大西洋城整个是他布的，当然他破产哦，6大破产，1992年他全部破产保护，他不是破产清算。这个人非常聪明，一路倒再起，他也不怕倒。这个是一个狂人，讲不好听，我欣赏他这一点啊，你做不到啦，我也做不到。被那个奥巴马糗了一顿以后，他就在下还笑说，以后我一定要做总统，我来整你，他就做得到，这就是不同于一般。好，那我讲这是正面，负面我真的要讲这个人的行事风格，自信、狂妄、骄傲，没有道德。那这个你可以说他很有趣，但你自己不觉得他自我感觉良好吗？所以他没有想到太空站了。他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刚刚不是讲救世主吗？他连那个对不对？那个全世界唯一的那个国家那个最小的国家，那个天主教他都说你要听我的，要不然的话好像他任命的，在联合国可以对其他的所有的国家呢直接辱骂，好像这个联合国不是这个美国是他一个人的，你知道吗？这种人不一样，所以呢，我要讲这个人的确有他不同于一般人的。思维啦，当然，所以我这边有正面肯定他，当然也有负面肯定他，但是他这个人当了总统，带领国家走上国际，应该是维稳世界的，不管金融经济或者所有的国与国之间的和平相处，结果他走的是另外一方，这为什么会这样？他完全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或国家的利益所走的路线，等于是破坏了国际的秩序，破坏国际的道德，这一点我就非常的反悟了。好，谢谢聂老师。那刚刚老师帮我们特别解析了川普的个性哦，非常的蛮横、自大等等。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确实哦，他现在一路的开战，打完了包括了伊朗之后，他下一个目标说要打的就是古巴，并且呢，会不会大家在开玩笑？下一个目标是外星人。最新的是这一张他变身成007干员的持枪照片，高喊 MAGA。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的事情是，他也不顾美国现在内政的问题了，尤其是美国的物价现在暴涨哦。来看到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3.8%，是3年来最大的涨幅。5月份现在说恐怕突破4%大关。来看美国的每月家庭日常支出，跟他刚上任的时候来比，增加了266美元，跟3年前比暴增642美元，等于一个家庭得多烧2万元的新台币。那川普也不在意，他最新接受了这个 Fortune 杂志访问的时候，他表示说，战争结束前没有办法细细的去讲究这一些数字，似乎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像这个怎么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川普从北京回来之后呢，接受了福斯新闻网的部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专访，当然里面谈很多台湾问题，也谈到了现在美国这个物价。包括记者，他的那个主持人跟他很熟，也直接质问他。刚刚提到这次 Fortune 杂志的部分，也用杂志当中其实来问他。其实你就看到川普很奇怪，就虽然大家都关心的部分是你在美国社会的这种民生，尤其这种物价通膨的 CPI 的问题已经到这么样的惊人，因为如果你真的突破2、突破3的话，持续上涨了，已经会吓死人了，政权会保不住。你现在就快突破4了。可是你再看哦，我为什么今天大家仔细看？因为你就可以看到川普在表达他对这件事情当中的时候，甚至我看福斯的新闻网当中，他引述了直接好多的这个一般民众的贴文的反应。来挑战川普，可是川普还是在强调，他觉得他对于伊朗的核武器如果没有被控制住、没有被拿到的话，它所造成的影响是更大的。你会感觉鸡同鸭讲，可是你会看到，如果你仔细听，你就可以看到，因为川普看的不太一样。
川普认为说，如果伊朗有核武器的情形之下，他就可以随时威胁，甚至可以让以色列部分整个国家都轰掉了，甚至都可以攻击欧洲，都可以甚至攻击到美国，以他们的部分的弹道的导弹飞弹的情形。所以川普觉得这个严重性是，一旦对美国本土有类似这样的新的核武器，而且就是跟美国对干的伊朗的时候，你就根本不用活下去了。整个美国的国家、社会、城市都会受到威胁，所以在他看见这种威胁性对他的强烈度，然后他回过头来说，这样有关于现在伊朗战争这次的通膨主要就因为油价的关系，他就认为大家忍一忍，他说因为这战争它就会结束嘛，而且现在他又想到现在已经结束了，所以呢，他在这个概念上，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在看到一个领导人看到的威胁性跟重要性，其实跟一般民众确实是不太一样的。以现在美国油价都已经涨到已经4.9块，已经快$5了。它对比到先前还没有打仗之前的时候，在美国的油价很低，才$2.6而已。所以这之间的差别，但是川普无视。可是川普无视的原因还很大的一个部分是，美国的通膨长久以来就是联储会 FED 在调节跟处理的。所以呢，而且过去都会觉得这联储会有这个机制在做的时候，它就会调息、升息、降息的部分就会调节。所以过往来讲，其实在美国的社会，虽然民众的感应体感上就觉得你这个总统干得不好，可是用机制上来讲，它就联准会。全世界就只有美国有这样子可以印钞票、可以包括收钞票的这个联准会，欧盟没有，中国没有，在任何其他的大国，俄罗斯也都没有啊。所以在调节 CPI 当中，美国这个政府有个特别积极手段，所以川普对他来说，他就不是不在意，而且当中自然有人负责，他就不会那么觉得是要由他来负责。我认为这是最关键的原因。好，谢谢上次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来关心出大事了。这个是 CIA 在中东的情报网，现在传出来说遭到全灭了。那么伊朗说他狂抓了6500名的间谍哦。川普另外一方面针对伊朗问题，他不敢开战，急踩了刹车。现在伊朗内部则是街头全民备战起来了。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一个深入的了解，特别来关心，赶快来看到的是美军在中东苦心经营数十年来的情报网，难道这一次真的全灭了吗？来看到是 FBI 在此刻发布了一个重大的通缉令，要来通缉的就是这一位了。他是谁呢？悬赏金额高达了20万美元的高价，要追捕的是前美国的空军反情报官员莫妮卡·威特。原因是美方指控他在叛逃了伊朗之后，向革命卫队提供了包括了美军特工的名单跟整体的机密的计划代号等等，还协助建立追踪美国情报人员跟家属的资料库。而就在 FBI 发布重大通缉令的同时，伊朗也说他有许多的战果，这当中包括他说已经逮捕到超过6500名的间谍跟通敌者，这是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说法，并且他表示，从美伊战争2月底开战之后，已经在全国大规模的扫荡了美国的情报组织单位。两件事情代表美国经营数十年的情报网真的可能被打穿了吗？要知道，美国过去一直非常的有能力的，就是靠着 CIA 布局在中东地区的情报网。从伊拉克到叙利亚、黎巴嫩，这一次再到伊朗，等于美方透过卧底跟这一些在地的协调者、协力者、电子监控，都可以清楚地掌握敌方。那现在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代表美军在中东的情报网、卧底情报网真的被毁灭性的打击了吗？干哥怎么看？好，莫妮卡·威特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他曾经在反情报单位待了10年之久，他从2008年他从1997年服役到2008年啊，总共他在军队里面待了12年，但是呢，他最后的官阶应该是到了上尉。到了上尉之前呢，他所接触到的都是非常机密的，跟中东不仅仅是伊朗，包括约旦啊、巴基斯坦啊这方面的情报，他都接触得到。因为他的等级其实非常高，
然后他也获得了信任。你知道为什么他得到信任吗？因为他的波斯语是在他的同侪里面最好的。他的波斯语讲得非常好，所以 Monica Witt 啊，这个人啊，老实讲，你从外表你完全看不出来，你会认为她就是很标准的，就是美国从军的女性。后来她今年47岁了，她到了2008年退役之后，她转入哪里？她转入就跟军方有工程啊，就是这个来往的公司里面，这很正常啊。美国很多什么国防部长啊什么的，都后来都到了什么就是什么雷神公司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去啊。那他是到一个承包商里面去做，然后他转入民间之后呢，2012年，也就是他退役54年之后，他突然去了德黑兰。他去德黑兰是有报备的，为什么？你是前军官啊，你要去德黑兰，你不用报告吗？现在问题出在哪里？他去了德黑兰以后，从此没有再回来。他没有再回来。然后呢，到了2016年的时候，美国的反情报单位突然接到一个讯息，有一个化名，他说他的化名没有讲出来，但是他们认为这些化名的形容描述都指向威特，就是你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女的，就是这个女军官啊，她参加了毒打美国一个水兵被伊朗俘虏的审讯。就是在水牢里面毒打那个美国水兵。因为能够对美国水兵进行很缜密的审讯的，只有美国人自己做得到。所以他们认为就是威特干的。大家就听到说，哇，他的故事听起来就像那种很精彩的这个谍报小说的那种双面谍的那种反情报故事。对，这就现在就发生在美国自家门内。你就晓得说，他对于美国军方造成的影响现在有多大？五角大厦现在还在评估，他们觉得非常严重，因为这个人到底带走了多少机密？他还听说有一个对军方网络系统的攻击也是他干的。所以你现在想想看，多可怕！像他这样的人，在这个潜伏在情报界里面有多少？现在还没有统计出来。但是你要知道，伊朗自己本身已经抓了6500个通敌者。什么叫通敌者？也就是阿富汗在沦陷的时候，有5000名阿富汗翻译通通深陷在喀布尔境内，没有来得及逃出来，因为美国一把他们都给丢了。就像现在这6500人被抓，美国能使上什么力？也没有办法。所以你跟美帝合作，它的下场就这么悲惨。好，那我们看到在从中东地区，那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另外一个议题，还有就是那现在美伊战事到底会不会继续的打下去？川普本来不是说要准备进攻了吗？但是最新消息他说他决定要先踩刹车，原因是因为呢几个国家向他请求说暂缓这个攻击行动，包括他提到有卡达、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联。比较奇怪的事情是，阿联先前不是表态说他是几个国家里面最想要打伊朗的吗？但是呢，是不是因为阿联后来被伊朗的无人机打了他的这个核电厂，所以又害怕了，所以决定又不打了呢？再来，美国的部分则是因为军火库消耗的非常的快哦，再加上油价、通膨等等，所以这个影响川普的选举，恐怕就因此不打了。那所以说，现在到底是阿联有没有想要打下去？为什么态度突然间变了？还是川普要找个台阶下，干脆说这些国家要我不要打了？那上这个怎么看？当然，川普宣布暂缓并不是终止啦，所以还有其实有其他方面也有新闻传出说，现在美军也在做大量的新的整补跟替换，特别是福特号在已经出来300多天了，很吓人哦，所以这里头还是应该会有一个战略的调整哈，说比如该换的该怎么样。所以，但事实上，除了这个军事上打或不打，虽然是川普的一念之间，但你也不得不说，现在最近可以感受得到，其实，在中东地区，其实中东国家都在努力，特别是以沙特现在在推动的整个波湾地区的互不侵犯协议。那么，这个互不侵犯协议，但是说都互不侵犯，当然它主要是希望这个伊朗不要侵犯过来。只是说，这个互不侵犯协议当中，也不是只有波湾国家自己签订，比如说美国支持吗？欧盟支持吗？
以色列能不能加入？所以这些其实都基本上算是大方向没有错。你不要打我，我不要打你，大家和平安定。但这里头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外交需要整合，所以连阿联酋也是加入在里头。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其实最近在整个中东的这个军事布局上，一直都有敏感的改变。都知道沙特把巴基斯坦请来做他的部分的这个保护，特别是在空军方面。而现在也传出阿联酋除了他自己已经跳离了，他自己走自己的路了。他最近也请埃及要派出他们的部分军机，可能也包括中国的这个军机当中的来协助阿联酋的防御。而且最近我们也看到，因为黎巴嫩的部分南部又打起来了，所以土耳其最近是放话说，你再这样打下去，我要军事干预哦，而且非常非常强烈，是整个他们的总统、外交部长跟整个国会。所以可以看到，不只是波湾国家哟，这些都是波湾外围相关国家，他们的军事力量其实也在里头就很大的部分的拉扯。当然，这次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在波湾当中已经出现了战略收缩的地方。现在其实美国都没有在讨论说他们被打的那个15、16个，或伊朗说的20几个军事基地有没有在修复啊？其实没有啊，而且 CNN 现在讲说16个军机炸得非常严重，美国要修的话是几十亿，可是呢很多都是这些有波湾有钱国家出钱，那这个东西都没有人谈，谁出钱？那这些美军基地还会有吗？要不要修？还是就不修了？所以这里头有很多敏感的，实质上我认为这也是川普比较头疼的地方，所以现在暂缓，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好，所以一方面川普他一直在喊话说，确实啦，伊朗现在战力非常薄弱，只剩下18%，但是另外一方面看到另外一个数字哦，北约又说了，情报指出伊朗目前拥有超过60%的飞弹库存的保存力哦，还有大量的移动式发射车跟地下飞弹，所以可以持续的运作。再来就是现在，伊朗内部酿起的是全民备战的方向来做发展吗？几件事情是因为呢，伊朗最近军方开始公开教导民众在街头上如何使用武器。另外，甚至更离谱的事情是，电视主播直接在摄影棚内开火来做示范。聂老师怎么看 ？OK， 那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呢？我们台湾有人喊全民皆兵啊，这个好像叫打地面战了哈。不过川普之前有说要打地面战，他打的是这个岛，但是也没有真的要打地面战啊。伊朗这么大，对不对？那地形又这么崎岖，不过呢，当然你未雨绸缪是应该的，就是因为他发觉川普很容易入。死是入伙呢，最后呢又输了就入，所以呢很怕这个川普真的又做什么动作，所以他们这是未雨绸缪啦。不过我刚刚讲一个数字问题，我想厘清一下，就是说你今天讲18%也好，60%也好，重点是分母有多大。伊朗很大，伊朗做飞弹的能力也不差，所以它分母不算小，所以18%我觉得也不差。也就是只光18%的能力就有可能打掉中东的一些地方。但重点来了。18%谁讲的？川普讲的，是美国讲的吗？不是啊。所以川普讲的话，你要讲这个人动不动就是玩那种牌，就是说哈，先喊大的威吓别人，很多东西渲染，所以18%就不可能是真啊。那当北约这个所谓60%是真是假，我不敢说，但18%绝对不是，因为川普讲的。好了，我现在讲说，现在你刚讲到说，当然不管库存多少，到底对中东国家有没有威胁？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有没有威胁？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根本讲半天，威胁绝对是很大。现在重点是真的在出问题。现在到底要打中东还是直接打美国？因为刚讲，我也爬文一下，有19个美国基地在中东地区，卡达的乌代尔也被打了，这个巴林的海军基地第5舰队也被打了。